我是小妹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我们又喜提新车了。这次我们又选择支持国产，花了30几万买了一辆国产车。我想大家应该也非常的好奇我买的是什么车吧？那个拖车师傅啊，马上就要过来了。这次我们是远程交付嘛，师傅是从厦门直接给我们送到仙游的。走，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去那个定位的地方等他。这次马上就要到了啊！刚刚是不是走错了？小伙伴们比我还要着急，看到没有？看到黄色的那个车了。情绪他把钥匙扣都已经买好了。那里那个车来了。走上面走，上面走。好的，前面一点。你的喜悦就已经表现在你的脸上了。声音好安静，电车都这样。赶紧过来看一下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哇！相关好，你站在这里，我给你拍张监测照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可以。你站在这个道口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厂家好用心呀，还特意给我包了一束鲜花，好棒啊！今天是35号。35号嘛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如果你车况没问题，你再。这就是我们花了30几万买的一个国产车啊！大家估计心里想，为什么会花30多万去买一个国产车？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买这个车的心路历程吧。其实这个车啊，刚上市的时候，我朋友就买了一辆这个车，然后我还拍过视频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？然后我们为什么买这个车呢？就是我们在买这个车之前啊，也去看了很多的品牌啊，有奥迪，还有林肯。然后情绪他一直对那种 BBA 的车好像都不是很感冒，他觉得就是很偷工减料啊。然后那个我主要是觉得买那个车，就是它的本来价格就很高，然后我们去奥迪看了，就是各种服务费加起来，就是一辆车的那个金额太高了。现在我觉得那个就是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哦，并且我觉得它的各方面性能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吸引我吧。你说那个，就比如说Q5吧，我觉得Q5太小了，Q7吧，Q7又太贵了，并且我觉得Q7就是很普通，后排坐着就是我觉得也不是特别舒服啊，这是我的个人认为，大家不要喷我。然后这个车是我觉得在30几万以内啊，我觉得性价比还算比较高的，因为我和情绪想了很多。30几万能买一个中大型的 SUV， 好像没有选择耶。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情绪特别喜欢这辆车。其实我之前对这个车很不感冒啊，也不理解，花30几万为什么我不去买一辆好一点的车，或者是买一个 BBA 是吧？我们女生都只认 BBA。然后情绪就很喜欢这种带科技感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像这辆车，还有那些小米的一些东西，他就很喜欢。然后受他的影响吧，我觉得他喜欢的东西，然后也会就是带动我，然后我也慢慢开始喜欢上这个了。觉得还是主要这个空间够大，然后以后我们回恩施的话，我们东西每次都很多，然后我们车上的人也很多，就可以装下是最好的。这个车还有一个优点啊，它虽然这么大一个啊，它还是挺省油的，因为它是增程式电动车。跟我们之前那个 H9 比起来的话，还是要省很多油的。H9 开起来确实是有点费油的，特别是我们那个山路，一箱油
真的是跑不了多远就没有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估计还有很多朋友不了解啊，带你们看一下吧。那这个二排就这样的，像那种商务车一样的，它这个可以调节。如果说坐4个人的话啊，是最舒服的；坐6个人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说二排可能要往前面调一下，还是有空间的。我再坐一下后排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二排的话，现在是调到那个二排坐一个人的话啊，位置是刚好的。然后我这个后面的话，看还有一点缝隙，因为我个子也比较小，也可以往这边放嘛。我觉得还行，不是很挤，坐着还可以。你看各方面空间都还挺大的。我觉得买这个车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，第一个是它不要那个购置税啊，第二个是它没有那种就是 4S 店的那一种什么各种服务费啊，比如说保险吧，我们买 H9 保险花了接近1万块钱。然后我们这个车的保险是可以自己去买的，也就花了6000多块钱。之前那个 H9 上保险花了几千，然后那个贷款花了几千，还有什么服务费也是好多钱，就感觉一整辆车可能23万的车办下第28万左右。然后我们这个车裸车价是23万8，32万8。我们这个车裸车价是32万8，也就加了那个自己的保险，其他任何费用都没有。真的没有一点其他的费用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良心的。哦，对了，然后这个车我们是贷款买的嘛，就是首付一半，贷款是16万多，是2年免息的，这个我觉得很棒，免息嘛，是吧？我觉得中国的车企啊，就是那种4S 店啊，我觉得也要是这样，没有这么多套路就好了，就车多少钱，然后中间加一点那个保险费。多少钱卖给我们就好了，不然太贵了。我觉得一个60万的车，如果说要下地的话，得70万，真的很高。这个30万的车下地，你说那个全部办完，估计要37、8万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后备箱，这个后备箱的话啊，它的空间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我的行李肯定是不够放的。但是我们把这个倒下去就可以了，空间还是挺大的。你看，这样空间就很大，也不影响二排，一点都不影响。这样跟我们 H9 之间那个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这样我们也可以，拖很多东西啊。我们平时有时候也会去买一些货呀，买一些材料啊，都可以往里面放。我们的车被我们用真的好可惜，之前 H9 也老是拉金丝楠木的木头。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车从外观来看的话，其实还是很漂亮、很大气的。群系从它上市到现在就一直很喜欢，终于如你所愿了。其实买这个车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，因为30多万里面，如果想去买一个就是中大型 SUV 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真的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，除了它啊。所以说它是商用，家用，然后性价比中最高的一款就是它了。我们当时去看了那个车，就给它定下来了。然后不喜欢这个车的朋友，你们要轻一点喷我哟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